很多人在签证到了尾声要离开澳洲之前，都会选择旅游来结束这一回合，留下美好的回忆。Logan 我也是一样的，决定要好好对待自己一次，也是圆一个约定，一个梦。所以我在我签证最后的2个月，准备开始我的环澳之旅。Logan 也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说，我环澳到底带了哪些东西？所以就让 Logan 以食衣住行乐来跟大家讲我带了哪些东西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跟 Logan，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是环游澳洲之准备篇。多人在签证到了尾声要离开澳洲之前，都会选择旅游来结束这一回合，留下美好的回忆。Logan 我也是一样的，决定要好好对待自己一次，也是圆一个约定，一个梦。所以我在我签证最后的2个月，准备开始我的环澳之旅。但其实2个月是不够用的。后面 Logan 在环到Perth的时候，发现签证时间已经不够用了，所以我又改成旅游签，完成了我剩下的一半澳洲，又花了1个半月。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留4个月的时间，才可以轻松的享受旅游的乐趣。Logan 也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说，我环澳到底带了哪些东西？所以就让 Logan 以食衣住行乐来跟大家讲我带了哪些东西吧。一个食物，与其说是食物，不如说是食材跟厨具。毕竟财力是有限的，只有偶尔那些知名的餐厅啊、景点啊，才会花钱去吃大餐。不然的话 ，Logan 都是自己煮的居多。既然你要自己煮呢，那你就要带的是旅行用的瓦斯炉、瓦斯罐，然后还有水桶。Logan 是带2个水桶，还有保冰箱。食材有一些是需要冰的，所以当然你还要去沿路的超商买一点冰块。煮饭用的折叠桌。锅碗瓢盆就是所谓的厨具，还有自己的个人餐具，这些就是有关食物你要带的东西。尤其一件事情，不管你有没有抽烟的朋友，你都要记得带打火机，因为不管是你要生引火，还是你瓦斯炉打火石有问题要生火，都可以用得到。这个衣服的部分呢，男生女生我就分开来讲啊。男生基本上你把可以带的都带进去就对了，因为你衣服不多。女生的话，我会建议说各季节的衣服带个2-3套，但是女生要先试装一下你的行李装不装得下，装不下的话，你还是要舍弃一些美装不能穿。当然啦，泳装是不管男女都一定要带的。如果有开车或是负责要开车的朋友，我要提醒你一点，一定要记得戴墨镜，因为大家在澳洲待的都知道，它的汽车是不给你贴隔热纸的，就算可以贴，它系数也很低，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。所以当你在开车的时候，太阳在你正前方，你一定需要墨镜，不然你看不清楚路要怎么开，这一点要切记。第3个，住宿的部分 ，Logan 我个人是露营套装加上气垫床、车充的打气机，因为用手冲的，等你打完了都1-2个小时去了。还有露营灯，当然有钱人他可以去租露营车，或是直接买那种4轮驱动或是加长型的汽车。那一种的话，4轮驱动可以把帐篷架设在它的车顶上，所以是比较方便的，但是价格就是比较贵。如果你是要睡在车上的朋友，要记得去超市买有吸盘的窗户隔热用的，不然的话你想要多睡一点都不行，太阳会准时叫你起床。当然如果你是到一个 city， 你是要定点玩的，像是 Perth、达尔文或是 Brisbane、Sydney、Melbourne、阿德雷德、塔斯马尼亚、Cairns， 这一些你都可以考虑在当地找个短租的1-2周，
去做住宿附近游乐的动作，因为在 City 附近几乎都是没有露营地的。我在达尔文的时候，最近一个露营地要开40分钟，而且是在路边一个很烂的草丛里。所以有一次呢 ，Logan 我就在达尔文的停车场那边，东西准备在车上，想说休息一下下，结果不小心就睡着了。隔天5点哦，警察就过来敲车窗下来，然后 Logan 我就被开了一张300块的罚单，是非常非常贵的。4个旅行，简单来说就是交通工具基本上都是车啦。Logan 我的话，我是开我的3门小红车。当然，像刚才讲的露营的有钱人可以开更好的车，或是开4轮驱动的吉普车。这样的话，你有很多景点你都是可以去的，因为有一些路它是限制只有4轮驱动的车才能进去的。但是呢，出发前记得大家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车拿去大保养一次，该换的都要换，然后也要学一些基本的确认跟修复5油3水，或是备胎、换胎的工具，还有一些基本引擎盖下的部位是怎样子，尤其冷却水管到引擎的那一个一定要记得。为什么要这样提醒大家呢？因为 Logan 我在北领地的时候爆过了一次胎，也是自己换轮胎的，因为离镇上很远，你不可能找到人帮你去换轮胎。然后 Logan 在从 Perth 开到乌鲁鲁的时候，差不多在国王峡谷那里 ，Logan 的小红车冷却水管爆掉了，但是那时候我是不知道冷却水管的。所以我就只好路边拦车，好险有一对情侣很好心的载 Logan 我一趟，载到一个有讯号的加油站。重点来啦，澳洲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讯号的，尤其是在Perth到乌鲁鲁那一段路，大概是2000多公里，中间也只有一些加油站，加油站当然会附一点吃的住的。你手机还是没有讯号，要记得你是要跟他们花钱去买连 WiFi 的时间。当初那一对好心的情侣载我到那个加油站是有差不多1-2格，运气好的位置有2格的收讯，我才打给我最好的朋友卢卡。因为 Logan 我是从布里斯本开始逆时钟去环澳，他们是从布里斯本开始顺时钟去环澳，约在乌鲁鲁见面。他们刚好从阿德雷德上来，我从 Perth 到乌鲁鲁。刚好当天是我们约见面的时间，所以我在那边等了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，我的朋友卢卡才到，然后他又开车载我到我的车那里去。他看一看，哦，原来是冷却水管爆掉，他就把那个水管头剪掉，然后再接上去，因为它水管是比较长的，好险还有空间可以剪掉接上去，所以我的车又好啦。如果说大家知道这一块的话，就不用花那个时间。Logan 我这一次顾路再加上等人的时间，差不多就已经5个小时去了。如果大家有这种基本的观念可以检查修复的话，你就不用去等待那个5个小时，而且自己真的很怕。那时候爆掉的时候，我就开车看一下，我的水温怎么直接飙到最上面，然后前面都在冒烟，我就赶快停车。但是我不知道到底状况是什么，所以我就等它冷却下来，我又开没有1分钟，它又飙到上面，又开始冒烟，我就赶快拿着我的水桶停车，然后引擎再打开，引擎开始狂浇水让它降温，不然我怕引擎会整个爆掉。建议大家一定要学一些基本的车子的知识。另外呢，一定要准备的东西叫做油桶。Logan 我的小红车准备的是2个20公升的油桶，大家的话建议依照自己车的油耗去确认说你要准备多少的油桶，因为从 Perth 开到乌鲁鲁的话，你2000多公里，平均200多公里才有一个加油站，而且那加油站不是24小时营业的，所以呢，建议大家一定要带油桶。虽然说在沙漠中，它的油价是沿海地区的2倍，
该加的还是要加，所以建议油桶你在 Perth 赶快都加满，这样你到中间你可以省一点钱，或者说省很多钱。如果你是吃油大户的话，你到了每个旅游中心，建议大家一定要进去拿一下附近的地图、景点，包括路况，才不会不小心开到4轮驱动的车专用的道路。就跟我这一部影片讲的一样，我有朋友就直接把车报废掉了。这些呢，就是旅行要注意的部分。第5个，玩乐，这就是所有全部的重点都在这里啦。建议大家呢，各种需要花钱的活动都要在网络上先找旅行社订好票，你才可以省更多的钱，也更好去规划说你的行程怎么走。Logan， 我的遗憾是因为季节的关系，我当初是没有跟鲨鱼游到泳的，也没有足够的本钱去买4轮驱动的车，去一趟4轮驱动的景点。有一些4轮驱动的景点真的很漂亮，建议大家如果有那个本钱的话，还是开4轮驱动的车比较好。虽然说它油耗也比较贵，但是人生就那么一次，环澳你也不会再做第2次，所以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。还有因为签证的关系，刚才也提醒过大家了，签证最好是留4个月。所以 Logan 我澳洲的西南边，从 Perth 到阿德雷德那一段路，我是没有什么玩到的，只有在 Perth 附近玩而已。这也是我一个很大的遗憾。希望大家在要出发前先做好功课，认真看一下 Logan 这部片，然后尽情享受属于你的旅程吧。以上呢就是环游澳洲之准备篇，不要忘记帮 Logan 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